呀，好久不见啊 ，bro！ 好久不见，见过志伟哥吗？没有，你见过吗？我导师，然后信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很，反正就是很严厉，就是很有气场。你看，转过来，导师，你再来，变。看来你挺怕呀。你去那环境，你谁都怕。我跟你讲，我认为不是，你说的时候，我会分析他可能在工作状态上。那你太理性了。而且他现在又是这个 TVB 的总经理。对，开玩笑，逗你的，我演那个。刚演的啊，他是非常和蔼的一个，曾总，对，非常和蔼的一个老伯。老伯啊，对啊，72了今年，看不出来。难以想象，时间过得太快。对，以前看他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小孩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酒店到了？对，这个奖品。哦，哇，没聊两句呢。田儿今天没来啊，梁田儿没来，咱俩压力可大了。是。来了。哎，你好，请进。来，干嘛？今天礼物啊？啊，这么便宜的东西买来干嘛？没有啊，这个是专门就喝酒的，就喝酒之前吃点对身体好啊。我戒酒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戒酒了？对，我戒1天。可以吗？你为什么住酒店啊？我家里在装修。哦，在装修。已经住在这里7个月了。哦。要喝茶吗？不麻烦。不麻烦了。这个是我的写字楼，也是我的茶馆。每天我在这里坐的时间是最多的。哦。来，哇，喝个茶啊！先把这个倒掉。好，洗。好，我泡茶给你们2个喝。听说您现在是 TVB 的总经理了？小混混。得牢了。哎呀，从来真的很不自然，在做这个写字楼的工作，因为一直都是在做拍电影啊，就做电视节目啊，很自由的吧，对不对？爱拍就拍，不拍就算了。但是做电视行政呢，这个是怎么样？我第一次见曾老大的时候，我特别紧张。那时候是我第2期来节目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见到电影中的人物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香港的电影那个时候，那个是带着金色的光环。我跟他合作了2年了，但是他进步很多。第1年我简直说，这是演员吗？有演员这么不会演戏的吗？你这次来，准备怎么样？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东西？就是这个咸鱼的一个定制节目，是去朋友家里面看看他有什么闲置的东西可以和大家再次分享。你有没有大卡车？都可以搬走。您都知道了，都没用的。哎，我知道。来，我先让你参观一下哦。这里放的都是一些酒啊、药啊，你看陈皮啊。就我早上起来必然要喝一个陈皮普洱。解酒嘛，对胃也好。每天早上醒来第一泡。这个是蔡澜先生教我的啊。蔡澜先生。就前段时间刚走，对，他是我亦师亦友。对。前段时间刚走。对。以前我在嘉禾拍戏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制片。我去西班牙拍戏，我就跟他2个人，整个欧洲都跑完了。他这个人很风趣。他是有大见识的。对。你看看这里一堆茶叶、吃的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个是 TVB 当时做奥运的时候一些纪念，你可以拿去给观众那个。谢谢。这个呢是我 TVB 57周年大合照。你看 TVB 有多少员工？这么多啊！哇，您在第1位哦。以前在学校啊，雷军是站最后的。是。你高嘛？是。我已经是第1排了，我的高度对不对？哎呀，没有，很精彩。不是，所以就在前面，不会挡人吗？哎，这个值得给你介绍啊。哇，我知道这个照片。其实我电影是我第2个职业。对，踢足球是。踢足球是我第1个职业。哎呦，有点像马拉多纳哦。还刘纳多纳了？唔同佢姓马，我姓曾啊。我有幸看过您的现场，有一年应该是在天津吧，
对对对。哎呦，得有10几年了，14、15年了。那个是玩的明星足球队。对，明星足球队，这是职业的。这是我20岁的时候代表香港青年军去亚洲踢的，跟每个国家比赛的。哦，我是代表香港。对，刚刚我的房间的不是有多乱了？你看这里，哇，这里好美啊！这基本上你在这儿所有的东西都看完了。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呢，就不会说香港有多美，因为每天都在这里嘛。但是别人来到香港就觉得哇，你们夜景真美啊。后来我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在这里看到，就觉得香港真的夜景很美。下面这个你就熟悉了。所有歌手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，这里就是红磡。红磡是那个。对呀。红磡体育馆，我拍一个，我也拍一个红磡体育馆。我听说过这个。对呀。这就是红磡，我们这个角度牛啊。不错啊。我第一次知道红磡体育馆是这样。梅艳芳老师。那個看透我夢想是平淡。我们所有頒奖典礼啊，所以大的演唱会啊，都在这里，没有一个大歌手不在这里开过演唱会。这红磡挺有代表性的。也是香港一个地标嘛。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我打的厉害了，所以我就去检查身体啊。它贴满的东西嘛，10点钟就睡觉，7点钟起来。原来发现我只睡了20分钟，从5点05分到5点25，这20分钟你是真正睡了，其他都在打呼。所以你常常会缺氧，这个就对大脑不好。而且就睡得不足，每天就好像不够睡的样子。所以跟人传剧本啊、聊天啊，都会打瞌睡。所以后来就原来有这种机器，就带着这样睡觉了。对，它会给氧气啊？它会氧气打进去，而且呢是让你鼻子呼吸。我看看呢，这个。对啊，你带着它，你就觉得很安全。我也弄一个。对呀。深度睡眠。你也是打呼的。我打。我应该用这个。我高，我打得更大。我有些好东西可以在闲鱼公益拍卖。好，这里是一瓶我们 TVB 55周年我自己去定做的红酒。我待会还可以，如果大家不介意，我还可以在这里签个名。必须签。我们3个人一起签。我们别签。哇，不合适。没有，不合适。不合适了。曾志伟老师亲自定制的。对。来，这个。这个好东西这个啊，这个好东西。最重要是我的掌门人。对。看外壳是这样的啊，里面是这样的原叶非卖品，这上面有曾志伟老师的那个相片好，这里呢防晒服，工作时候穿的。这里是有 TVB 3个字30周年的掌门人。在这里。这个呢？潮牌。你看到？这个是。这个好。这个好。对，这个好，联名的。哇，这个好。然后你看，哇，好东西，这个好东西，好东西，这真的好东西。然后呢，吃的好东西，这个就更潮了。前年呢，是我40岁的生日。这里我的名字，70岁。你看，潮牌。这是最名贵的。来。这我的名字 Eric。这个有心了，因为我原来做服装的，这个要开模，要专门开一个模，然后才能做这个。对，这些都是模，而且这个刺绣也要开模，好东西。行。这就让你们来去拍。那 OK， 这个太好拍了，大家会喜欢。这个太好拍了。这个是我拍黑白前行。所有工作人员的衣服就是拍戏的时候用的吧？就大家工作服啊。哇，这跟您拍戏好幸福啊！这个都是这么好的设计，渐变，很少在组里看到渐变的衣服。对，行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吗？这个是我拍了另外一个戏，叫《半斤8两》。半斤8两。我的一般打工仔。不错吧？有收获啊！
这个得卖多少钱？怎么定价呢？拍卖吧，拍卖。就缘分嘛。对，反正就做公益的。对，我给你们看看蔡澜先生写给我的，广东话叫勁抽，给抽勁抽就是厉害，哦，勁抽，给蔡澜先生写的，有过更好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是我请他特地帮我写的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人生座右铭。看破放下自在啊，对，能够放下就会自在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，这是我拿过无数的电影的电视奖啊，这个奖是我自己比较有代表性的，这是意大利电影节发给我的终身成就奖。哇，这个是象征什么呀？这个树吗？对，它就是长春树这样。我办房子啊，我其他的奖项都打包在箱子放在仓子里面的，所以找不到了。音效哈，对，很多啊。拿了那么多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拿最佳男主角。明天给你一个吧。别逗了。哎，那是天赋到了就会拿吗？没有了，我觉得我第一次是跟陈可辛导演他第一部电影《双城故事》。其实那个戏我拿奖，我挺意外的，因为我几乎是第一次演不是喜剧。我那个是为什么会拍呢？是我跟谭咏麟讲，我说如果人家问我在这个圈子最好的兄弟是谁，我就回答是谭咏麟的。我们两个非常好兄弟。然后我就谭咏麟说，哎，我们应该拍个电影来纪念一下我们的友情嘛。他说好啊，就写了《双城故事》。然后这个戏呢写了好久，7、8年了没拍。后来我就跟谭咏麟说，因为这个戏是从18岁演到30多4岁了，我说30多岁我们现在已经是了，但是18岁我们演不来了，再不拍，马上拍嘛，这样子就拍了。结果这个戏因为我演的都是我自己，整个戏下来很统一，舒服。对，所以就拿了奖。然后后来才是什么《甜蜜蜜》啊，那个《无间道》啊这些比较大的戏去拿奖。《甜蜜蜜》我是第一次演黑社会老大。演老大了。对啊。朝朝起身，落街通街都男人，個個攞個炮哥嘅。那个戏我从来没想过我能演黑社会老大的。那这个戏跟我说你来演这个角色，我说我很喜欢这个角色，这个本子我看过了嘛。我说但是你给我1天时间来考虑一下，我能不能演啊？对不对？因为里面不是我演不了黑社会老大，我要说服人家张曼玉怎么跟我走，不跟黎明走啊？对呀，这才是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才是。对，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晚上，哎，归这个3个原因：第一，视前程于粪土，就是手很宽啊，买单啊，送礼物啊那个；二，非常幽默；第三是最难的，细心。女孩子一讲什么我知道你要什么，还有送东西都是送到你最喜欢的。这么细心的人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角色必须要拥有这3个特色。所以我后面的纹身纹了龙，但是放了一个米奇老鼠，因为张曼玉喜欢嘛，就是这么细心的人，就把这个角色演活了。张曼玉那场戏她是怎么演的？她是笑场了吗？没有，很多人误会，以为她笑场没有，这真是演技。最难的就是笑着哭，哭着笑，这是最难的。而且那个眼泪不是滴眼药水了，从没有到有眼泪了。而且眼泪最厉害是什么？是含在那个眼睛里面，没有流出来，不掉出来。但是你看到里面是泪汪汪的。忍这个是厉害啊！所以那个戏他拿了最佳女主角。她厉害，她真的是厉害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。
特别现在我看一些香港的以前的老片，我就觉得这个角色、这个人物是成立的，膜拜，就是看了就会觉得哇，怎么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人呢？你入行到现在，你觉得自己进步在哪？改变在哪？入行到现在，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装了吧，比较自然的，就是演戏的。这都可以。解放天性偶像包袱是吧？没有演员根本就是这样。什么叫演员呢？就是把那个角色演好嘛。你不是每一个角色都是帅哥。对，以前执念太大了。对呀，你要该脏的时候就脏，该帅的时候就帅。我当时没演好，当时就是想帅，演华太师，这怎么可能帅嘛？这个角色，你很能打脸。因为我曾经自己是编剧嘛，所以我很会改剧本，尤其是我自己演的角色，就算不是把它改了，也会重新去写一遍，写了自己的口语化。因为那个编剧，所有人的对白都是他写的，所以写出来的语气都是他的语气。你自己把它改一遍就不同了，就是你日常讲话的语气。哦，这个要学习，这个很重要。我有时候改剧本，改了，哎，有一句话很好笑，但这个话不应该我讲，在这个场合应该你讲，我还帮你改。不会说，哎呀，让他这么好笑，他抢了我的戏，不告诉人家，不会的。团体精神，这个戏卖座，这大家的好，何必把它藏起来嘛？对，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精神嘛，我们要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，对呀，不要自我。确实，以前光看那个香港电影怎么好看，这背后的故事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以前是什么？香港地方小嘛，拍戏你这个房间拍，我刚刚那个睡房就变成我们的休息室了。所以你不拍，大家就在那边聊天了。那些老前辈告诉我们他们的经验啊。这个好。对呀，你就有进步了。要不然这个一咔，然后大家一散，各自上房车了，然后在那儿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老前辈还会讲，哎，刚刚那个镜头啊，其实你不应该这样啊，你应该什么啊，你就讲对了。哦，然后突然一下。哦，对呀。他那时候前辈会告诉你很多东西，现在哪有机会有前辈跟你讲话？因为说拍完那个戏好像没再合作过。认识哦。对呀，很陌生的样子。黄金年代那个时候是没有隔阂的。对呀。我还特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点敏感。以前香港电影辉煌的不行，整个亚洲都在看香港电影。现在现状您怎么看？很多原因呢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前呢，所有电影公司，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电影院，有他们签了自己的导演跟演员，因为他们的电影院要打仗，良性竞争嘛。但是后来没有院线了啊，院线是院线公司的，戏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中国市场的崛起，内地电影推之后，把我们所有香港的好导演都请到内地去拍了。香港留下来都是一些新导演啊，这些导演带不了人出来啊。我们香港是一个带一个，一个带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机会拍大导演的戏，你才会学到东西嘛。大概就有这些原因吧。啊，也可能跟这种，我觉得跟梳头的梳了10分钟了，那你不能每一集都在梳头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你真以为刷错了，还是第一集，还是第二集，还是第三集，还在梳头，在搞什么？对不对？对，就变得没有这个艺术，它只是一个工业，只是一个商业品，对。那电影毕竟它还是一个艺术，所以最好一件是艺术跟商业并存。今天你们难得来啊，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也很好奇，到底我香港有哪些朋友？太好奇了。今天特地为你们准备一个神奇朋友，但是你们怎么猜？猜100个都猜不到他是谁。
我跟他根本就生活在2个世界。我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，他喜欢的东西我不敢做，你做不了，没关系，马上就来啊！让你们有点惊喜。说到就到啊！对。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长安马自达 EZ6 赞助播出。上 Z 世界 APP 看节目正片，留言互动赢综艺周边。哎，是您的电话。喂，哎，上来，OK，哦，他来找我，他很喜欢做运动，哎，哦，咁都睇唔到。哇！哇！你送这个礼物来干嘛？哇！不是送给你的，哇！你不介绍一下女朋友？ OK， 纪凌尘是你好我合作了2届的无线超越班的学生。哦，哎，小纪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他的特征就是演戏很烂，什么？演戏很烂，他演戏很烂。现在进步很多，是吧？哦，小梦呢是郭德纲的徒弟，说相声的。我有礼物，有礼物。我知道你很喜欢钓鱼，是不是？我也很喜欢钓鱼，真的。我今天带了一个用具，我经常用的，你给我看一下，及不及格？这个是我小时候玩的。你以为人家是30岁小孩子啊？这个很考那个脑袋的智力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年轻又不会有老人痴呆症。等等，及不及格？及格。是我经常回头给小孩吧。谢谢。你也有，我也有。你知道他喜欢钓鱼，他喜欢什么？打拳。哇，你真的有做功课哎！我当然啦，这个，然后呢，他欺负你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当成他，打他。不，哇，这可以啊！如果他在笑你叫大海的话，你是不是因为游泳所以叫大海哥？我看过那个视频，你就打他。哇，可以。不错，真头发，假的是吧？都是真的。你今天有那么长啊？好久没剪过短头发了，没剪过几年。还说短头发，我就是为了你，我才把头发剪短的，在电视上不要讲为了我，就是为了你。我找他拍了个电视剧《女人俱乐部》，但是他这个戏他爆红了。原来就在我本来想说，本来就我是去真的是三顾草庐啊，把他请出来的。的确，但是这个人生就这样子，一拍那个瘾又回来了。对我再没停过了。但是我看的这个状态，咋了？就是跟电视上还是一样。当然是一样啊。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了，小龙女嘛。我听习惯了，小时候。你现在是80，我才59。59。我才59啊。我已经一点都不像啊。我已经不像了，太不像了。你待会陪他去那个健身房，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比你多。不可能，卷福哦。我今天早上才卷了。谁待会试试看？是不是一直站着聊？对。哎呀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认识？我认识他很久。你说，我考一考你，我猜你一定不记得。我们第一次拍戏100块啊，说不准是100块啊。先给你。要我想那么久干嘛呢？对。说，第一部戏跟你合作是。跟刘青云的，你演一个黑社会，我演一个律师。那个戏叫《最后判决》，是1997。小龙女是95。96我是拍《甜蜜蜜》，80、90年代香港电影真的是黄金时代。那一年要拍几部戏？我现在很多戏有人在讲，哎，我看过你那个戏，我有拍过吗？太多了，都不记。他太多了，我拍了400多部戏了。哇，太夸张了，我没那么多。您拍了多少个？我很快就几年就
吸引退休，退休。不是退休，女演员退休通常都是什么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以为是，我很以为是，我很坦诚的。哦，以为是。然后我记不记得最后判决之后，合作什么？我们真正的拍戏，搜，我搜，我知道。 03在无锡。哦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那个戏我演太监了，他演王后啊，每天搀扶他上庭。26个，26个呢，每天都在换。这些人当中，每天都可能有人怀孕，可能生皇子，可能要当上皇后啊！你们是演戏，演完戏还要扶着他去吃饭的，哎呀，真是。我去吃饭，但是我每天给你煲汤哦。啊，对，那对，是这个。对，您嘛换太子了，啊，这个戏是我们的友谊增强很多，对因为在一起拍2、3个月啊。对，疫情。你是从哪年开始喜欢做运动的？真的有系统跟健身教练去学习，是从34岁的时候，因为是朋友，他考了一个健身执照，然后让我来当白老鼠，慢慢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对，只要不拍东西，就去健身房。对，也不是为了拍戏，所以我纯粹为了自己开心。好看，弄出来线条好其实好看，这个都很好看。线条好近。就是隐隐约约看得见的线条。我都有点垮了，我你看我肿成什么样了？对，你看我就知道了。对呀，因为没运动才变成这样子。没有，这怎么可能？可厉害！从脸上就能看出来，这里眼镜肯定是打高尔夫球晒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每一次他讲的话，我都反应慢，很多拍，但是很快，就着脑袋转的跟他一样快，就是能同频。习惯了一个语言节奏。对，因为平常我不敢跟他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他这人很震惊。但我们是讲10句没有1句话是真的。哇，你全是假的，骗子来的这个。后来我才晓得他喜欢骗子。哎呀 ，OK。哦，我不想再遇上骗子啊。哎，那后来是13年复出，是因为他演啊。导演是志伟哥是吧？没有，我监制。因为我看了一个电影，我说这个电影应该可以拍成电视剧，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好久没演戏，但是大家很怀念他的，我第一个就找他。这演艺圈对女艺人的年龄有限制吧？没有，看你的心态嘛。你不同的年龄可以演不同的，像我现在我可以演妈妈，我可以演姥姥啊。姥姥我觉得真演不了。姥姥可以的。我煲了汤啊。你有没有碟片？你有没有？你应该没有。哦，你怎么有这个？你没有啊？我当然有啦。女人俱乐部了。有碟片。哇，这状态。10年前。短头发。对，就是为了他剪的头发，跟你现在一样短。你想想看。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呢，从来就再没剪过了，就是把头发再留长了。这个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可以跟我们闲鱼的朋友分享的吗？这个因为我只有一份，太宝贵了，可以分享，但是不能挂。你看他都没有啊，我都没有。这次我们俩是那个闲鱼的帮卖师，家里有什么闲置的物品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闲鱼上交个朋友。我看拎了一个兜子来。对，我是有，首先就分享的哈，一个是一个分享。我的中学校区。他现在还能穿？我不知道，这个初中生的。应该是能的。500块。美金。你不换出来给我们看看？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出。我觉得你能穿，看起来太厉害了。初中的衣服，真的。试一下。真的是不捞女生，看她的状态我吓了。是吧？
我以为这是我知道那个人吗？我一看，我当时愣到了，我说这个他这个人的生活的自律，哎，我很服了他。状态真好。我真的有点像那个，哇，哇，真的能穿进去？哇，有点。你看，我马上坐得很直。对，一穿了校服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对，你就觉得角色了。这个尊重嘛。那以前就是挑演员的时候，是外形更重要，还是演技，还是流量？哇，我也想知道。说实在啊，说老实话啊。女生是外形比较重要。对，我觉得演技慢慢能培养的。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是可以弄来做义卖的。这个眼镜是陪伴我的好一段时间了。这个是19年的时候戴的这个同款的墨镜。试一下吧。好，来，我当模特来。哎呦，怎么变成梁朝伟了？这真的。看一下。梁朝伟可以啊。不要笑，一笑就不笑了。啊，梁朝伟平常不笑的吗？笑，偶尔就是2、3个月笑一次。太偶尔了吧，这也太偶尔了吧。那还有一顶帽子，这个帽子也是陪伴我17年的时候，17年陪伴我去，这个是日本，这个是我去澳大利看企鹅买回来的一个纪念品。这个也是能够摆设，看看这个是罗马就是这个方罗马大教堂。还有，猜这个是什么？雨伞。感觉一下。雨伞。不是，我的秘密武器。你站起来给我看一下，看你需不需要。你还好，你不需要。你也不需要，你就应该需要了，这个是我自己独家创作的报纸卷，这怎么用呢？躺在地上的时候就这么放，就像这样搁这个位置。对，你过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躺着这样子，然后你躺在地上，然后睡觉就顶着你的就躺15分钟。你睡觉的时候放在中间。对，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躺在地上。对，你看你这伸得很直，是不是很舒服？令到你这个开胸不含胸驼背，尤其是女生。哎，这个是好东西，这个是好东西，你得会卷才行。对，你得会做出来这个大概它这个尺寸正好能够卡到你这个脊椎。对，像志伟哥啊，有点体型了，他可能就要宽一点，要长长啊，来，我要你我很好来。但是你这个顶着，你可能会有点疼啊！哇，我等一下就去健身房，我好开心啊！遇到他，我好开心啊！是这样吗？对，你就放松，是不是这个开肩？哇，舒不舒服？太爽了，太爽了吧！但是就一条哦。没事，我们把这个方法已经分享给贤玉。对，这个方法是可以的。这个比任豪那个，我是故意做成这样的。哎，还有这个就是不是让我大楼分享，问我头发怎么搞吗？我睡觉之前会用来按摩。牛角梳牛角几十下。按了会长头发是吗？不是长头发，睡觉好，睡眠好就是一切的来源。这个是10几20年一直都是用这类的梳子。为什么你说我现在头发还亮，这个是全部真的头发，因为我很喜欢梳头。你知道梳头有技巧，前后。我还以为是钱，要钱啊，要钱，不爱钱。哎呀，你怎么俗气？这样子，然后左右早上起来第一梳头，对，睡觉之前也梳头。其实是血液循环嘛，血液循环，然后就健康了。没有科学根据，但是就几十年我就是这么这个习惯。每天健身房练2个多小时，梳头梳1个多小时，梳头1个小时。你信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哎呦，满载而归啊！我们把拍卖的签个字好不好？来，今天顺口啊，这样太夸张了吧？不，来，你先来，你这不懂啊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好。哎呦，志伟，我好喜欢你哦，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哦？当然不可以了。给我签个名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
出来看得见。哇，新签！我的手掌。还有一件，那到底了，1名。哦，OK。 3、2、1。郑世伟老师，我是你的友哎，郑世伟老师，我是你的友哎，我是你的影迷，快帮我签一个吧，这个我们拿到网上去拍卖。哎嘿，哎呀，我们2个小影迷。嗯，我的偶像给我签到了。然后就看见。老纪给你了，找李若彤老师签。还要酝酿一会儿。你是姑姑吗？你是姑姑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给我签个名吧，我太喜欢你了。不，最真实的就是你。我进来的时候，你说我从小就看你的怎么样，我一点都不介意的。好，这次再来。哦，来，好，我给你了。好。是过了。我的妈！你觉得他是不是过了？哎，他怎么演是这样子的？他是有名烂的。导演说不及格啊。没事，这个是这生活中总是在学习的。对。来吧。来吧。姑姑，一会儿我们去健身房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义卖的那个课程。就想知道我平常是怎么练的？怎么练的哈？对。我们把它录下来，编成一个 cut， 然后放在那个闲鱼上，让大家去看。哦，到了吗？哦，在这儿是吧？我赶紧换衣服。哦，这健身房可以，这健身房什么器械都有。你能拉引体吗？拉不了几个，小 case 啦。看看啊，1个、2个、3个。哎，不行了，3个就3个，就3个，就3个。你吹了半天就3个。看看啊，这个差不多是这样。还可以这样单边的飞鸟。这个是练那种腰的，扛一个杠铃。哇，这样。还有这个，我练这个。哦。怎么？我感觉你怎么做什么都智商不太高的感觉。我呼。我呼。来了。哇！有你瘦。我再研究一下有什么给你们玩的东西。哇，狐狸儿啊，这中了这个，哇，这好像回家一样啊！真的，这对我来说就是珠宝，会吸引我。哎，挑战一下，我跟刘畊宏老教练那个。我试试。有没有信心？来吧，我不行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不，你是不是这么捉着他的脖子？我知道快，是捉脖子吗？逮小鸡儿来了。你干什么？来，我试试啊，走。哇，好危险了，我替你好担心哦。不行，算了。来，这个教练可以啊。看这么大力量，啊，那还是我吧，还是你，还是来吧，这样盖住 ，OK 吗？哇！哇，这个成功了！哇！可以。这叫成功啊！这不叫成功啊！这叫成功啊！那应该怎样？不及格。我们做了6、7下。哇，老师要不要这么严格？不及格。好，我们那个卷，你做几下看看？你猜我能做几下？8下。好。1个、 1、 2、 3、 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哇20，你能不能21、
22，还有33、34，反正人就舒服的样子，不要哦，我的妈呀，40了，40个，40个，我的妈呀！啊，你行吗？我起码做100个，我跟你说。来，不是，但是有个问题，我可能比较长，我长，是这样吗？对对，哎呦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开玩笑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就5个。上去了，我来，我试试。斜屁股下去吧。用腰下去，对。你不要憋气，你要吐气。其实这个不是我经常做的，做一些经常做的，比较简单的。我已经出汗了，这个啊。这个运动量很大的，哇，这运动量真大，不过的运动量真大。可以，普通的来，普通吧。9、20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 60、61、 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99、99，100了，100了。对啊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啊。太上瘾了，哇，测了就更厉害。张照片，很容易。我每天卷腹1000下，测评要不要来？来，赤脚大仙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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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都开始有点麻烦了。你会不要？我觉得你的屁股6、7、8，你手不要用力，不，手只是支撑着，不是用力。你手不要用力，你越用力，你你两个腿夹不住就有问题。对，你看，哇，你做错了，完全。对，做对，腿夹不住。哇！1、2、3、来4、5、6、对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23、24、26、27、28、29、90、91、哇，可以哦。你们两个有没有流汗41、42、47、48、49、50。哎，50多了。踢足球不是白踢啊！哇！我们2个人都干不过志伟哥。行，我要按照往常我就不比了，但是我其实刚才没弄好，你们都不知道我真正实力。哇！把麦克摘了，误伤了我运动员的尊严。哎，出真功夫了啊！我就做100个啊，是不是？看着啊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别吐气了，别憋着气啊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。他不喘气儿，对，都快憋死了。 12、13。我在这听不到呼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 67、68、69、70、71。你看这小指头，这是这样子的。75、76、77、78、90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。再坚持一下。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。那要不要再来核心，还是其他环？其实差不多了啊。这是100人吗？
哦，这是推胸吧？对哇，哇，很专业哦。很专业。这个就是小重量、多次数雕刻。对。哇，姑姑你的肩膀都分离了。这个嘛。对对对，很明显。哇，这是推胸推出来的。你要吃很多蛋白质。我不吃，因为我吃蛋糕。我不是健身上爱吃什么吃什么，健身啊，纯粹为了健康啊，不是为了好看啊。哇，这倒三角，哇，你看这线条，哎呦，背部，这三角肌嘛。对，背阔，哇，跟李小龙一样。我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姑姑现在还有这样的身材。我每一次做完运动用10分钟来做拉伸。筋长1寸，瘦活10年。哦，哇，这个。来吧，跟着姑姑学拉伸，我的拉伸，我跟姑姑学。先躺着。好，先躺着。对，手伸直，伸直。我手都伸不直。对，好。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先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反了，我反了，手心朝下。用这个帮助他往后，用手指这样往后，这样慢慢走。慢慢走，像这样。这个就做不到了，我们。慢慢走。好了，踢腿来。我。好，或者臀部，然后尝试往下，小心点，腿伸直。伸直了，伸直了，裤子完。对了，打开。开了。断了，下去。我错了，要断了，我中，我什么都中。我说你受到什么非人的待遇了你？有点好。好了，一整天，我平常这样子就这样结束了，然后就可以大吃大喝，就很轻松了。这很轻松了，就整个人就很很精神了。我在这个真的是最开心的，这里是家。当一来到这里，像回家一样，你看。对。真有精力。还想做什么？够不够？不够还来。太厉害了！上 Z 世界 APP 看节目正片，留言互动，赢综艺周边。这里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去主中心，去餐厅。他来表演了。和志伟哥学粤语。哎，就不要了，听不懂的。好几次，他有时候发我语音的时候，我就说平均我每一次都要听3次以上。因为听不清楚，听不明白啊，听不见了，听了3次4次都没听见。你每一次跟他讲我爱你，他说我听不到，你再讲一遍。我说我爱你的，你再讲一遍，每一次讲3遍。我没那么贼。你找什么？我前挪一点。不用了，我腿没有那么长啊。我觉得我要，因为你腿长的。不是因为小鸡腿长。没事，我还可以，我可以 ，OK， 没事。还可以能屈能伸。因为这车空间挺大。这个车好东西啊！这个车出吗？闲鱼上卖吗？这个车卖吗？可以，拿去卖吗？我才反应过来，你说还拿闲鱼出不出？有二手车上闲鱼啊？对，拿去卖。我们快到了。好，下车。哇，这个餐厅有点浪漫。哇，这有点贵哦。今天看谁破费了啊？我还应该是咸鱼。来坐，我泡个茶。我要等一下去那个厨房看一下，听说这个人我去探索一下能不能做。你没有不行的，来，再不行要叫外卖嘛。没有啦。那我去厨房，你们聊。好。需要帮忙吗？帮忙吃，切菜什么的我们都会。他会，我可以帮您试吃。我都可以。我们也想去参观一下，来，一起来参观一下。专业的厨房是怎么样？
厨房专不专业不知道，厨师专业就可以了。哇，好专业的厨房哦！我要吃火锅。哇，涮羊肉。哦，珐琅彩的涮羊肉锅，这厨房多大哦，亮堂。哎呀，哎，有排骨。本来想做排骨的，哇哟，那给你们功课帮忙。我们最大的帮忙就是不要打扰他。我想煲个汤，广东老火汤。要不我来吧，姑姑。我觉得这个我比较熟。来。我怎么干这种活这么熟啊？我上辈子不是就是个厨师吧，打下手的，我这专业打下手。我能做些什么呢？你洗一下马蹄。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厨房里边操作这些东西，好高兴哦！就是爱煮菜的人就看到这么大的厨房，就好耍得开呀。好了，那我现在把它焖了。哇，我猜你们是很少喝到青红萝卜汤。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煲过汤。啊？对，我觉得广州煲汤还是一绝。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有盖，最大火了，帮忙看一下，稳了，调到文火。好，文火。哇，这个好专业哦！哇，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厨房做这，好有满足感哦！哇，这个焦的很厉害，好快好快。哇，我先做这个。哇，出香味儿来。哇！哇，好香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糖醋排骨。啊！哦呦，香！哎呀，大厨还不知道。姑姑的厨艺哦，厉害。这一般这种做菜的一个动师傅，这一看就是在家经常做菜的。好了，我可以慢慢焖它了。马蹄花4件，肉馅儿，要做丸子。不是蛋饺。蛋饺哦，肉末、马蹄碎搅拌均匀，猪肉炒熟。它怎么能做成饺呢？哦，OK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我学会了，我试试。好，不能太贪心太多，画的太大你很难。折不过来了。对对对。快点，否则你的蛋已经熟了，你就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提议你从这里翻过来。从这里。对。翻长面。走你。哎，漂亮。哎，行，好，做菜是挺好玩的。这个我学会了一道菜哎，这无意间偷了个师，还得多来香港，能学到东西，学不少东西了。从影视到做生意，然后到后厨。影视今天学到什么了？来，什么演？一定要把所有的戏的台词幻化成自己的语言。对。哎，帮忙啊！他要学习。我教会他了，他现在可以了。我可以了。哎，我再试一个，您看，然后下一个您煎。我煎。他肯定没问题。干饭店的肯定没问题啊！这样一折就像饺子了。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展示一下。你来。来嘛。这太容易了。那么大了嘛。全到了吧？对呀。来一个巨无霸。巨无霸来喽！哇，鸡蛋，可以吗？
哦，蛋炒，不那么麻烦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给谁吃的呢？这是给谁吃的？谁敢吃？那个煮了10分钟。怎么样？香，好吃。哦，来，快，好吃。好。他差不多弄完了。够。哇，非常好。哎，你们昨天可以吃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就糖醋排骨、用蛋糕，然后还有一个汤。先试试你的手势嘛，对。好，试一下啊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淡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刚好。好吃的。及格不及格啊？是吧？何德何能，来到香港能吃到姑姑做的菜？不是这个家常小菜，只能做家常小菜。这个是你最拿手的2个菜是吧？这个不是煮最拿手，这个是经常做，但是我就好久没做了。当然了，你那么忙。不是，我是突然间对煮菜有兴趣？没兴趣啦。哦，你以前曾经有兴趣过？我曾经兴趣到我自己有自己手写的菜谱，这么厚的，手写的。哇，手写的。对，所以我经常做。如果我不做演员，我一定是要么做老师，要么做厨师。姑姑很擅长做饭，感觉像是一个顾家的人啊。姑姑还没有结婚呢。吃饭讲这个就伤感。伤什么感？伤什么感？我觉得是一个上天对我最好的安排。对。那你怎么看自己一个人？挺愉快啊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。我没有女儿，但是我也像是有女儿。这话怎么说？我妹妹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，她不是我女儿，但是怎么说，就是我的女儿。你看我们从小一起生活很长时间，她现在还是跟着我一起生活。现在还跟？黏着我。多大？15岁。哦。他对这个小孩子比他妹妹还有照顾。他经常说他有2个妈妈，你看多幸福。有2个妈妈，所以我根本不觉得这孤单啊，不欠缺啊。我有我爱的妈妈，有爱的家人啊，我有我的外甥女啊。不用怀孕就当妈妈了，像你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就当爸爸了。我什么时候当爸爸了啊？你别瞎，这个都公开的秘密了，还是怕什么？啊？是的吗？我没有小孩。救救我！我们答应过都不讲了吗？行吧，我承认我有个狗。人狗情未了，人狗情未了。我也是狗。小狗。柴犬。柴犬，哇！哎呀，这太皮，太讨厌了。好。柴犬跟人很好，它别跟别的狗在一起，就会打架。它要打架，它跟我也不好，它跟我身边朋友好。它烦你啊？烦我。你属狗啊？我属鸡。鸡犬不宁，鸡犬不宁。别养狗养猫啊！哎，养都养了，就这样吧，这就跟命运一样，接受。哎，咱们俩很搭呀，我属龙，龙凤呈祥嘛。哎，我也能感觉到跟你合，是吧？能感觉到这个能够有这个气质。最近刷视频有一个段子最好笑的，那个女的说：“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，不要说你属猴我属龙，我们2个一起会喉咙痛，喉咙痛。”所以这看电视段子真的是很好笑。大哥，就您自己一个人住啊？您觉得一个人住好还是一家人住好？当然一家人住好了，但是我的家庭是4分5裂的。每个人都在忙，我的儿子现在在美国拍戏，我女儿在台湾录节目，我第2个女儿在加拿大
教书，你说是不是四分五裂？我是特别怕自己一个人过，你很怕？我很怕家里如果就我一个人，我受不了，我家里必须要有人等着我。单身的时候，我就可让我父母过来陪我。哇，那你有没有试过，就是一段时间就自己一个人？很痛苦，很痛苦啊，非常痛苦。我会感觉，很孤独，就是人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就我一个人，我在奋斗什么？我干嘛？对，那你觉得自己是挺依赖的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依赖家庭，因为我从小我们家人就特别多，啊，不够我多，大家庭不够我多，大家庭肯定不够我多。哦，我说出来把你吓死。哦，我说出来。比比吗？比，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没有兄弟姐妹。你看，就没法比了。我有10个兄弟姐妹，10个兄弟姐妹。哦，我全家，妈妈生日要5座。哇，我的天啊！你怎么比啊？我败了。姑姑在家排名第几啊？第7。七姑，我是不能。人家不是七姑，七仙女，好吧？仙女 ，OK。哎，你要按辈儿来说，我叫姑姑的话，跟我爸爸平辈儿。我爸爸那辈儿是9个孩子。但是不是我的辈分，姑姑是我的名字嘛。最惨就是现在的，你知道，很多人就是这么，我可不可以叫你？可以啊，我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，能不能叫你姑姑？叫什么都行了，我都行，你叫我啥都行。那以后就叫你，对吧？我知道你想说啥。行，都行。我现在都就看破了，已经。这么快？早，我今年的时候我就看破，不是大海嘛，是不是嘛？对啊。对，无所谓的。你的人生翻不过去这个坎儿的话，不行。可啥无所谓啊？是都行。哎，姑姑，我今天看你很多以前的东西都留着，然后你还记得每一个细节，为什么记得那么细？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我经常要清理家里面的东西丢的，丢掉。人嘛，我要往前看，我很少去回看以前的，就像一些以前一些作品啊，我也很少去看。家里我一个照片，自己照片都没有。哦，其实我不太需要看的物件令我有什么想法，我最重要是这里。我觉得美好或不美好的记忆在这里就好了。这个糖水是桃俏。这个事儿是不是皮肤会变紧致啊？这个，脸部变紧致，两年。脸部变紧致。哦，紧了。对啊，马上绷紧了呀。对。你倒不如做1000个卷腹。我跟你说，卷腹真的对脸部这个有帮助哦。我每次1000下，真1000下，真1000下，就是这个。这样子坐着的，100下1次，然后3组，然后另外放在臀部下面提腿就又300，两个侧边一边又200，那就1000了，很容易，就是20分钟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你觉得是一个很苦的东西，他做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对啊，像我去到健身房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味道好香啊，这个空气很好啊。我一去完健身房，我一回家，我媳妇这儿怎么一股铁锈味儿？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。我是觉得什么很像呢？草地，因为我从小就踢足球。我是在草坪长大的，我连去买香水啊，我都会买草的香水。我喜欢游泳池的味道，我喜欢消毒水的味道。因为你游泳嘛，你几岁开始练游泳？6岁吧，6、7岁。是强迫、被迫还是？我那个时候认为游泳是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因为从小到大，大家去游泳池都是想着去玩一玩就好了。但没想到练游泳它是训练，它是要出成绩，是跟那个完全不一样。当你把它爱好变成一个职业的话，就有点枯燥了。但是你人生能够找到自己一个工作是自己喜欢的，是非常难得的。哇，真的，人生很大部分的很长时间在工作中度过。哇，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的、常被迫的话，哇，这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痛苦、煎熬。什么时候能到头？这种日子。我在第一次拿到《无间道》的剧本的时候，哇，我心里偷笑，
这么好的剧本，他还给钱给我拍，这么好的剧本，我情愿我付钱我也要拍。有些人一生人没遇到过一个好剧本，遇到一个好剧本也未必遇到一个好的角色。那个剧本又好，角色又在理的话，哇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这就是做我们这一行。那你现在是不同层次了，你现在管理层了。哎，那个最闷的，最闷了。很闷。行政啊，还要管上面的人。哇，这个厕所的厕纸用多了几张，你又要这为什么？繁琐的事太多了。哦。大哥为什么后来要回到 TVB 去当总经理？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回去的。是被人。对，被邀请回去，因为我也想把我自己在电视台的经验啊，跟年轻人分享，因为这个带不走了。对啊，比如说我回去第1年台庆，我就做了一个剧，就把电视台的训练班的人都招进去。表演结束之后，然后就突然间大家说，我们都努力过，我们都是从训练班出来的，我是第35期训練班。我係訓練班第25期嘅張振朗，我係第26期嘅譚永浩，19期嘅鄭俊興，24期嘅28期，第19期嘅30期，31期鐘肯成，第5期嘅訓練班武術導師李家鼎。中国台的人都站起来，那个很好，很壮观。第2年我就做了这传承，我就故意弄了一个剧，那个剧呢就是一个艺人在骂那个新人。導演啊，你搞教佢啊！我唔怕啦，一句對白你都講唔到，你點搞啊？你唔好撈啦！然後那個前輩出來就說不要這樣子啦，這個每個人都進入做新人嘛，要給他機會嘛。突然間有人就出來說，對，其實我們大家很感謝你，就是因為你這樣子，我們才有今天。對，很感動。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跟着我們的老前輩經驗出來的，這些就是我回去想告訴你，不是說啊想個節目就想個節目弄完了，就是你每一次都賦予它一個主題，觀眾是在看娛樂性以外，還有東西可以看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。是，其實您剛回去的時候 ，TVB 那時候什麼狀態？對，聽說之前負債好像十幾億啊。就現在賺錢了，今年。現在盈利了。怎麼做到的？慢慢把節目做好，廣告客戶回來了。幾年的時間？我回去4年嘛。3年的時間盈利了。對啊。功不可沒，功不可沒。來，真的。還得是老人老前輩會給新人留一些飯，留一些經驗。不管是 TVB 的老人帶新人，還是我們的相聲演員老帶新，其實都是一樣的。大哥，作為老前輩，能不能給藝術圈的新人一些建議？都給一些新人2個字：吃虧。懂得吃虧，人就聰明。而且吃虧還是你們年輕人的本事，因為你們有的是時間。對，吃虧一下有什麼關係？你說年紀大了沒有時間去吃虧啊，對不對？你們年輕吃虧嘛。姑姑有沒有什麼給新人的一些建議？用心，什麼事情都要從用心裡面出發。做好一件事情，一步一步慢慢來。不要受太多的干擾。跟您學習，我只幹一件事，把這件事幹好。專心去做。學習到了嗎？當然，我每次都學習，但是他忘性太快。很好啊，他這個人就變得開心很多。很開心。講到開心，我就想給所有觀眾解釋2個字：開心。什麼叫開心呢？很簡單。把心打開就是開心。什麼叫把心打開呢？就是心裡面沒有藏東西。我的心敢給人看。對呀，你敢給人看，證明你心裡面沒藏東西。那你就光明磊落，開了心你就開心了。這是很簡單的。太棒。光明正大，是這意思啦。學習到了。好了，那我們倆也來替鹹魚，謝謝，替整個節目組。來，謝謝姑姑，謝謝大哥，謝謝，感謝，學習到了，真的。